大家好，我是刘文德医师。今天我们来回答各位观众关于一些睡眠的迷思。很多人都有听过所谓的“锦鲤短寸”我们常常有这样听，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不可能人真的长那么快。不过呢，这个还是有它的科学根据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小朋友要长得高大健康，要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骨骼肌肉的生长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饥饿。现在对于要按照3餐定时定量的观念呢，已经慢慢做了一些修正了。饥饿的话呢，是我们生长激素分泌反而比较旺盛的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就是要睡饱。我们的生长激素是在睡觉的时候才是分泌比较旺盛的，所以小朋友一定要睡饱。而且呢，小朋友的这个睡眠除了让他所谓的有长高的这个好处以外呢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现在有一些很新的研究越来越证实一件事情：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慢性失眠？我们白天遇到的很多压力，遇到很多情绪上面的不愉快呢，实际上是利用睡觉的我们叫做快速动眼期。我们会把这些讯息跟原来的生活经验做横向的沟通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有可能把白天的不舒服、白天的压力化解了。所以常常有人说，今天情绪不好，心情不愉快，睡一觉起来，心情就好多了。其实这个并不是只是睡一觉忘记而已，实际上是因为睡了一觉呢，我们大脑在进行这个快速动眼期的这个过程呢，把进行横向的连接，让你想不通的事情想通了。对于小朋友来讲，他每天发生了很多生活上的压力、不愉快的情绪，他是利用睡觉的时候把这个压力化解掉。所以呢，对于小朋友的睡眠，除了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睡眠让他长高以外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情绪的化解。那第三个大家都知道，很重要就是睡眠的时候是我们记忆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他今天呢学到的一个新的知识，利用这个慢波睡眠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把它巩固起来这种大脑会进行一个叫做回放的过程，叫做 replay 的过程有人做过动物实验发现呢，你在睡觉的时候会把今天学的东西呢复习了20次这么多。所以呢，一个小朋友如果能够好好的睡好睡饱的话呢，第一个他的生长激素会分泌的比较旺盛，让他长得比较高大一点。第二个呢，他的学到的东西可以记得比较牢固一点。那第三个呢，他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就可以利用这个阶段呢把它化解掉。所以我们才说，对小朋友来讲，睡眠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人晚上究竟要睡多久？这个是我们在门诊被问到最常见的问题，被问的最多的，常常会有我们的民众或者是病患问我们：那我今天晚上只有睡6个小时，还是我睡了8、9个小时？那我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？根据统计，如果睡眠时间太短或睡眠时间太长的人，的确寿命来讲好像是比较短。不过我们也必须思考的是，并不是你睡到刚好7个小时，你的寿命就会比较好，就会比较健康，而是呢，根据身体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这件事情。睡太久的人是不是有疾病，让他必须睡那么久才够？举例，比如说他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那他睡眠的效率是很差的，他睡了7、8个小时，他等于相当于人家睡了3、4个小时，所以他很自然的一天可能甚至要睡到9个小时、10个小时，对他才是够的。那反过来讲，那睡太短的人是不是也有身体的疾病，让他无法一次睡很长？他不管是因为呼吸的问题，或者有一些其他情绪，或者是大脑或者其他的这些身体的一些疾病，所以他经常睡了4、5个小时，甚至睡了5、6个小时呢，他就会有一个初步觉得好像有睡饱的感觉。长期来讲，他就习惯可能只有睡5、6个小时就起来了。那这个是因为身体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，但还有一些呢，实在是不得已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因为求学各种原因呢，刻意的缩短他的睡眠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就变成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睡眠不足的状况。那这样当然对健康也是不好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，尽量还是要把你的睡觉的时间呢能够睡够，这样子呢，我们身体才能够得到足够的修复，不管是大脑还是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一个恢复的功能才是足够的。睡眠的周期，这个也是非常多人很关心的问题。关于这个几点应该睡觉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在中医的一些根据我们身体的五行
针对的身体的一个昼夜节律这样的一个理论。这样的一个理论呢，在科学的研究上面并没有找到非常明确的一个证据。不过呢，这个也并不是代表我们睡觉就可以按照自己爱怎么睡就怎么睡哈。实际上，我们人类睡觉的这个周期的话呢，的确是有它个别之间的差异。不同的人他的睡眠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哦。大家可能都有经过，有一些人其实就是夜猫子型，他一定每天晚上就是可能要过到11、2点、1、2点呢，他才入睡，然后睡到早上呢，可能要睡到9点、10点起床，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也有一些人就所谓早鸟型的，那早鸟型他可能晚上8、9点就想睡觉，然后他很早就会起来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他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在现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下呢，早鸟型的人呢会比较吃香，他可能会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这种上班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。那对于夜猫子型的话就很吃亏哦，尤其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大家可能经常会滑手机啊，使用电脑，那这些光线的刺激呢，对于夜猫子型的人更容易因为使用这些3C 产品啊，光线的刺激，就更容易延后到后面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就常常会被当作它这样是对身体不好的哦。可是它也有可能，它是一个比较适合早一点睡觉的人哦，因为在现代的这样子，我们手机啦、蓝光啊、各种光线充斥的环境下呢，一个人的睡眠时间有时候不见得是最符合自己的方式。我们应该还是要找到我们最适合的一个睡眠的方式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实验哈？比如说你每天固定就是睡6个小时、7个小时，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时段去睡，比如说1点睡到8点，或者是呢10点睡到早上5点。那你同样的睡眠的一个时间的长度，可是你就可以去比较，在不同的时段去睡的话呢，哪一种状况你白天的精神会比较好？那这个很可能就是最适合您的一个时间。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呢，你可以去适当的去移动你的睡眠的时间，利用假日明天不用上班的一个状况下，调整你的睡眠时间，然后去观察哪一种情况下你白天的精神会是最好的，那也许就是最适合你的睡眠时间。人需不需要午睡的话，当然就是因人而异。这个有人做过研究，每个人差不多在每天的中午大概2点到接近3点，甚至有人说差不多是2点50几分的时候呢，可能是我们白天最想睡觉的时候。在白天呢，觉得精神会比较累，会想睡觉的话，那这个是可以午睡的。因为也有很多研究证明，每个人在白天有适当的午睡，适当的小睡一下的话呢，在下午或傍晚呢，整体的这个大脑的表现，精神集中的程度呢，也是比较好，甚至对整体的身体健康都是不错的。不过呢，晚上睡眠的这个时间，如果都睡得很充足，然后白天呢，你的精神也都很 OK， 那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即便到了下午，精神也都很饱满，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不会想睡觉的话呢，不见得是一定要午睡。好，那就谈到说，那午觉到底要怎么睡？因为一般如果你的午睡太久的话，比如说已经进入深睡期的时候呢，就可能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品质。一般的话会建议午觉的时间呢不要睡太长，基本上是建议要在30分钟以内所以你如果睡午觉睡个20分钟10几分钟、20分钟，让身体可以得到足够的休息，这样就好了就不要睡午觉睡太久睡到已经进入熟睡的话，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品质。谢谢各位观众对于我们频道的留言，您的批评跟指教是让我们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之后的影片我们会继续拍摄更多让你能够呼吸顺畅、睡个好觉的影片，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恩的医师，愿你用呼吸跟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